好，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他昨天下午2点35分当地时间已经搭乘他的专机抵达了美国的旧金山，准备参与 APEC。的盛会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抵美的这一刻走下专机，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加州州长纽森2个人到现场去欢迎他哦。可以看这一次可以见美国这一次的访问，对这一次的访问非常的重视，而包括呢，习近平下机依序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加州州长纽森夫妇，还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握手。来对谈，其中他跟纽森夫妇谈话的时间最长，有36秒，因为我们媒体都在旁边算时间哦，可见哦他们的交情比较好。这也是习近平6年来首度的美国行。过去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美中对抗的关系哦，习近平已经很久没有到美国的土地上来了，而在这个美国的中国人各界人士热烈的欢迎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从机场到饭店沿途，当地民众还有华侨挥舞着中美2国的国旗，欢迎习近平。可是必须要说，有欢迎就有抗议。我们看到习近平抵达了他的下榻饭店，有民众在下榻的饭店之外抗议，民主的常态，有人欢迎，有人抗议。好，我们来看看拜习会是世界大家非常重视的，2个人会谈什么呢？媒体说将在费罗利庄园谈4个小时啊，很久哦，4个小时啊。那双方就一系列双边还有全球议题会进行深入的对话。这一次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人。拜登的目标是什么呢？恢复美中2大超级强国的正常沟通，重中之重，军方对军方的接触。过去这条线已经断掉了。我们看到科比他的发言，他说拜登在这一次的会谈中会处于强势的地位，他背后有稳健的美国经济作为支撑。而拜习会之前呢，美中其实双方都有释出一些善意。我们看到崔天凯啊，他说尊重一中就可以跟美国做谈判，所有的问题One China Policy 这个政策没有变那也附和了这个崔天凯的说法，这是白宫白宫附和了崔天凯的说法，一中政策没有变。拜习会前夕气氛热络，我们看到美国核发中方记者100张签证，因为这是世纪的会面嘛，所以有很多的记者中国大陆有很多记者要申请，如果气氛不好的话，他会紧缩，他不会发这么多的采访证。现在他发了100张的签证让你中国大陆来的记者都来采访。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美中的官方教育机构共同发表声明什么呢？鼓励高等学院交流。过去看起来两边阻断再阻断，现在都接上了吗？还有我们看到对岸的网友在盛传说，过去有一出中美的爱情片叫做《黄河绝恋》，大家看海报在这儿导演叫冯小宁这个是过去的一出这个爱情片呢，这个现在要重播了，这个央视要重播这个战争爱情片《黄河绝恋》。里头是美国大兵爱上了女八路女八路就是过去共产党嘛的这个女性的女兵里头有接吻有恋爱的情节这个媲美所谓的生死恋，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是民间释放出一种微妙的和缓的善意的讯息。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在拜习会之前，中国官媒对美大转弯，股民从电影论多空就讲说，哇，那我们可以去买什么股票了呀？我们看到这个风向来了呀？我们可以融资大买什么呀？你就可以看到民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出来了。不止拜登想见习近平，我们看到了墨西哥的外长也说他打算要跟习近平有一个会晤，而日本的首相岸田说要协调访美期间跟习近平会谈APEC。即将来到了，来，我们先来请教这个我们的赖老师。
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的访问，跌破了很多所谓专家的眼镜哈。我想在这个之前，绝大部分的含台湾的，或者是大陆的，或者是美国的专家都说：“哎呀，这次会谈没有什么好会的啊，不会有很多具体的结果啊，也不会有所进展啊。”结果这些眼镜全部跌破了。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是专程访问，不是好几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所以是专门为了到美国而到美国，而且去4天啊。一去很明显的，这一次的访问跟过去有很大不同，包括跟美国的重要的 CEO 的参会，也包括跟他在美国30几年、38年的老朋友啊，这位农场的农场主的家人，他设宴款待，谢谢这一位老朋友啊，他们一伙人聚一聚，这种都很温情，也很温馨。所以 CNN 啊，他们很多的主流媒体都做了很多的完整的一个报道，也采访了这个农场主。他们就讲到他们跟习近平之间的故事，这种故事在新闻传播来讲是最感人的，因为很贴切，所以很快的在美国的媒体就传播开来了，大家都好奇、关心、了解，问得很细，农场主也讲了很多他们之间的小故事。那这些你想想看，都是很温暖的，也很有热情的，也拉近习近平跟美国民众之间的距离。那参会你也知道，大家都很。门票根本就买不到，而且贵得不得了，那就代表什么？美国的商界人士踊跃的要参加。你想想看，全美国各地的商界的 CEO 都飞到加州来，为了要跟习近平共进这个晚餐。那对拜登来讲的话，这个主人他怎么办？他做得很微妙，做得很巧妙，而且很贴心。例如说，选择这个2位会面的这个庄园，这个庄园是在北加州很有名的菲洛利啊，它这个庄园，门票1张在过去是开放式的啊，成人票1张要22块，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孩童票的话是11块，像我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优待票是18块美元1张哦，这比较便宜。但是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庄园？舒服大，但是重点是这个庄园主在最早的时候他是热爱中华文化。所以这个庄园里面有很多他所采购来的那些中国的清朝的或者是清文的这些陶器瓷器在里面。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种很贴心的这样的一种设计，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拜登政府很想要修补，至少要让中美的关系不要再往下走了。中国也不想再往下走，所以双方已经有共识，不要再往下走，至少是止跌。如果能止跌，然后在这次谈的过程中能够回稳上来的话，也就是说不只是 L 型 ，L 型是他们的基本目标。但是如果能够慢慢成为翘上来的勾日型，或者变成 U 日型上来的话，那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欢迎的，因为大家都真的不希望这2个块头这么大的中美再继续斗下去，都希望和平下来。那你想想看，这个都是一个好消息。您是记者出身，您是资深媒体人，不能讲资深，是美丽的媒体人。您也很清楚的知道100张的签证，对。那这个是美国也很希望中国大陆对于习近平到美国去的时候，多一些访问，多一些画面传回中国大陆实际人。这代表什么？双方都想在民间里面来修补彼此之间的过去敌视的关系，好事情嘛。没错，这个就是指标，升温的指标哦。像过去我们到中国大陆采访，如果两岸的关系不好，对岸给我们的采访证也变少，很少。两岸关系好，给我们的采访证就会变多，而且通关很困难。这个大概就是升温的指标之一。来，请教世峰大哥。我想台湾看这一幕啊，应该要很严肃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实在是活在太多自我欺骗的环境上。首先，包括所有的立媒都还在讲，哎呀，这是中国求见呐，这是什么呢？大概一副要看衰，不要看衰没有用，因为事实就摆在那。假若这一次 APEC 在旧金山举行，而习近平最后终于不想去，不愿意去，你看受伤的会是谁？假若 APEC 举行，习近平去了，但是呢，却没有跟拜登会面，或者只是这一种外交式的会面呢，say个 hello 就结束了。你看受伤的会是谁？绝对不会是拜登，因为
他最大的盼望就是在他焦头烂额，面对了美国的国内的情况，面对了俄乌战争，这个欧战的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面对的这个以色列现象，他正在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个好的话题，他需要找一个好的画面，他需要找一个好的条件来让他自己目前的情况可以稳住。就个人要救选情，就美国要争取时间。就中国大陆讲起来，既然从头到尾都是你打拳的，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博弈都不是中国大陆打钱的，既然那个打钱的人要收手了，那干嘛还要出钱呢？所以就借机这个机会呢，也就顺路上去了。所以这一幕整个下来的结果，我可以这样讲：中国大陆后裔一定比美国多。可是美国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子？因为他也后裔了，一个获得了80分，一个可能获得的更多。那台湾要想一想，当这两个决定台湾命运的北京跟华盛顿坐下来了，准备讨论事了，那你觉得我们还在吹牛什么事情呢？这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假如我们不去面对，还在听民进党他们的鬼扯，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不要出卖台湾主权，台湾主权谁都卖不了，卖得了的两个现在正在哪里？正在 APEC， 没错，这两个才卖得了，才处理得了。而台湾这个时候还在那边鬼话狂话些什么呢？真的，我们认真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生存的机会在哪里，是绝对不是在欺骗当中。我们要看清楚局势，不是妄自菲薄哦。可是局势一定要看清楚。来，我想这是很明显的。虽然你这2天可以看到很多绿营媒体在讲说中国大陆求饶啦，中国大陆经济不行啦，所以一定要去求美国啊。但是你想想看嘛，如果中国大陆经济真的不行了，你觉得美国会放过他？趁你病要你命，当然弄死他嘛！我还见你干嘛？就把你弄死就好了。你定了。对，所以逻辑根本就不通嘛。显然，两国为什么在隔了这么久之后终于决定会面？显然彼此对对方都有需要。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科比也不用讲得这么大声，所以他讲说什么拜登在这个是强势地位，你是强势在哪里？全世界都知道你现在深陷以巴战争跟俄乌战争当中。请问一下，你美国现在到底有什么好强势的？你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种虚张声势的讲了都没有人会信啊。那当然，每一个国家还一定要讲说我们现在是多好多好，这个是必然的嘛。那可是去讲这种东西，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中美在现阶段来讲，基本上就是互相需要。中国大陆当然希望中美贸易战能够和缓，对中国的一些制裁能够稍微放松一点，能够让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赶快复苏。因为毕竟经过2年多的疫情重创，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要重新再回来的，所以他也不希望跟美国这样缠斗下去。那美国当然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这边会出现更大的对立，因为这个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余力来做这件事情了。所以现在这个 timing 就是刚好适合2个见面的时候。可是我必须讲，我认为习近平这次去最重要的还不是跟拜登见面，我一直觉得最重要的是去见这些商人，因为那个才是习近平要打通美国任督二脉的真正的目的。因为你见这些商人之后，你看这些商人花了这么多钱来见你，对不对？然后你又可以跟他讲中国大陆现在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希望跟美国的商界怎么合作，那些美国政府过去告诉你的东西都是假象，我们可以给你什么样一些待遇，这样是他争取这些商人，我觉得是最强力的出击。而且这个东西是拜登挡不了的，因为美国什么东西你都能挡，就是商人挡不了。为什么美国挡不住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都是商人，都在掌握美国的经济。所以我真的觉得习近平最重要的就是跟这些商界的宴席会面，其他什么墨西哥啊、日本啊，甚至韩国，尹锡悦也很想见啊。但是那些都是次要。掌握住美国的商界之后，我觉得中美之间才真正能够彼此和缓。不然的话，拜登只要眼前的危机一过，他又来了。是。美中2大国会谈什么？可能以色列的问题、以阿战争也是他们谈的问题之一哦。必须讲，现在以军已经攻进了加萨走廊。您看到蓝色这一块，就是以色列的军人，他包围了北加萨这个地方，在这个医院的周围。这个医院叫做西法医院，它是北加萨最大的医院。而且他在医院的周围进行轰炸跟攻击，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医院附近啊，还有难民营啊、西法医院啊，
都是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可能掩护作为掩护的一个地方，他们在底下地道里面藏了很多的叛军，藏了很多哈马斯的人员，所以必须展开针对性的行动。而且呢，他告诉医院说，你们现在疏散，或者是你们躲到医院里头，不要靠近窗户，因为我们要轰炸喽所以你知道，在医院呢，这些病人或者医护人员现在的状况非常的危险。加萨最大医院尸体堆积如山，因为没有办法救护，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所有的这些遗体就堆积在这里，让它腐烂。而加萨当局讲说，以色列通知我们，几分钟之内要袭击西法医院，你们不要靠近窗户。这什么话？不要靠近窗户，你靠近窗户不关我的事那不靠近窗户，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延续吗？不知道。我们看到美国怎么说？美国说那是因为哈马斯利用医院作为掩护啊，所以这也是不得已的可能人质在里面，可是人质在这个医院掩护的地下道里面，地下的这些隧道里面。我们看到中东的烽烟四起除了在加萨走廊之外，美国看起来不可避免的也被卷入了，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他们就不断威胁我们要攻击你以色列航行在红海的船只。所以呢，以色列怎么做？他不敢他不敢把他的国旗升起来，还关闭了识别装置，就怕被攻击。而以色列和黎巴嫩有接壤的部分，大家看到以色列在这儿，黎巴嫩在那儿，他们接壤的部分这里红色点点，还有一大堆这个包括黄色的点点，都是在战斗，都是攻击点，烽烟四起。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怎么说？他说：“我们一定要消灭哈马斯啊，不然你下一个就是美国了我们也不得已我们要把所有的哈马斯给歼灭。”而另外美军也在中东展示它空中力量，像是超音速轰炸机也在这个地方不断的飞行因为美国说我们在中东，包括叙利亚以及伊拉克遭到亲伊朗民兵的攻击，已经达到了55次。我们必须威慑他们，我们必须要在那里镇住他们。而另外，你看到包括这个海域上面也一样。美国福特号航母位于塞浦路斯西南方的海域继续在地中海这里戒备，在这个区域。而艾森豪号航母也抵达了阿曼湾在这里也在戒备中。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好像也有动作了。这是来自于新头壳的报道，他说中国出动了5艘潜舰、1艘潜艇加1架直升机要跟艾森豪号别苗头。这是解放军海洋卫士3的海上联合军演，所以你看到了包括驱逐舰淄博号，还有荆州舰、临沂舰这些所谓的导弹，这个导弹护卫舰都在这里做演习可是有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就说演习的时间点敏感艾森豪也在阿拉伯海，所以有可能会产生交集。另外，我们来看看土耳其。土耳其现在正式向这个国际刑事法庭 ICC 起诉以色列总统。他说，以色列在加萨进行种族灭绝。我们看到土耳其，他具状跟这个国际的刑事法庭说，我们代表土耳其公民的良知，向海牙法庭对于21世纪的希特勒纳坦雅胡提起诉讼，他必须为自己在加萨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还所有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法国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总理。都说了话，尤其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他说：“你以色列，你必须停止，立刻停止杀害加萨的婴儿。”世界上很多的领袖，包括西方的领袖，都在谴责，可是战火没有停止。赖老师，我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有关于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这个地方举行军演，这是年度的军演。那这次的军演更扩大，可是战争是无预期的发生。可是军演是定期的军演，这次的军演扩大，然后是在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的北边就伊朗，所以是在这个海域举行联合军演，而且是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它就会牵制了美国的海空军进入伊朗空域跟伊朗交战的军力，因为
这样的话，它会让美国的这个军力，如果说真的要去攻打伊朗或者要攻打也门的话，那它有可能会跟中国大陆演习区产生冲突。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比较节制一点。其实美国也没有打算要跟伊朗爆发冲突，美国只想要用它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军事的威慑，然后局限住伊朗的军事的活动，因为他也不希望跟伊朗发生战争，但是他又害怕伊朗介入太深，所以他必须要保持相当的威慑力，使伊朗的民兵组织支援相关的武装，例如说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的民兵组织，或者是这个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他们本身的活动，伊朗在资助他们的活动的时候，那力道要减弱一点。那这个要怎么做？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我用军事力量来压制你。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战机会去攻击、摧毁这个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然后也包括在伊拉克的伊朗的民兵组织所在的军事基地，但是在炸的时候又尽量避免把伊朗的民兵炸死。就是我炸了你的军事基地，但是尽量不炸死你的人，因为我如果炸死你的人，那你的人你马上就会反击报复。对，所以你看美国的军事基地被攻击的时候，死的人数不多，那也就是说。这一些民兵组织去攻击美军的军事基地的时候，也尽量不打这些宿舍、工作区，因为那个是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会打基地的外围的一点。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是都是表达我们的愤怒，或者表达我们很有可能会扩大战事的一种姿态。那这个彼此之间在这个较量中，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国际之间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都会是这样玩。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较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地方是在哪里？以色列已经是决议一定要肃清北加沙的哈马斯，可是哈马斯又不容易肃清。因为我们目前得到的讯息，绝大部分是以色列想让我们知道的，但是实际上的哈马斯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可是你看，战争已经打了一个月，快2个月了。当初有人说1个月一定结束，后来说2个月一定结束，现在看起来都没有把握了。为什么？因为哈马斯到底他们的场在哪里，活动在哪里，到底怎么打，然后不知道。那这次为什么会对西法医院这么的敏感？是因为以色列指控他的主要的指挥中心在那边，所以他要在医院的周围里面一直炸。钻地战一直炸，一直炸，就他认为有坑到，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就会造成更多人的死伤。可是不要忘了，更大的死伤除了这个炸弹以外，是来自于断水断电啊，观众朋友，很多孩子就死在保温箱里面，没有电，很多的人过世了以后，在太平间没有电，尸体腐烂了，堆积如山啊，观众朋友，人间炼狱。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盛峰委员，怎么看中东这个难解的习题？这样子啊，我看了有一个电影的一幕啊，而这一幕是当时这个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军官对于那个新兵啊，他所讲的一段话，大家想一想，他就对新兵这样讲：你在越南战场，你看到的没有平民，只有拿武器跟没有拿武器的越共。当你开枪的时候，他会逃跑的，那就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会反击的，就是有受过训练的。你碰到的都是越共，就是格杀无论，就对。你不把这句话放在今天，以色列来面对加沙走廊里面的所有的平民，不管大大小小，这一句话完全的在翻版嘛。而越南战场造成了美国的伤害，造成了美国大兵心理的伤害，造成了越南的所谓的退伍军人症，那个心理的后遗症有多严重？因为他们只要回到家乡，把武器给放着的时候，想想自己曾经干过的事情是什么事呢？以色列人在这一次里，我必须这样讲，他已经把全世界这几十年来对于犹太人的灾难的同情之心已经消耗殆尽。过去啊，因为以色列曾经受过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所有逾越法律，甚至逾越的人权的一些对待对手的行为，大家都容忍的，而且认为是合理可以接受的。但是这次显然我们是不愿意去接受了。不要忘记了，哈马斯，美国不是讲民主独裁吗？哈马斯是选举产生出来的政权呢，是啊，是民主产生出来的政权呢。但是你却说它是恐怖组织，那什么道理？只有一句话，叫顺我昌，逆我亡而已嘛，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不过，对不起，委员，哈马斯去突袭以色列的平民，这个的确是值得谴责。不，是这个大概全世界没有人，就好像我也没有人测试说越共当时这样子的战争是对的，是。可是当你面对这样的对手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对？你这不是以暴制暴你不觉得跟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差别吗？南京大屠杀是拿着武士刀杀给你看的，现在是在电视机面前杀给你看的，而且没有什么差别。很多是妇孺，是小孩。是来不及长大的小孩，他们占了将近一半的罹难者。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彬哥，来看看各国好像都在中东秀肌肉啊。是啊，当然，因为伊朗就大家都知道嘛，因为真主党他是真主党背后的支持者嘛，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叫嚣嘛。那包括这个什么那个也门的青年运动啊，甚至这些很多组织都跟伊朗有联系嘛，所以美国最怕的就是伊朗会动。那问题是，美国如果真的要对伊朗动手的话，那这个战事就会扩大，所以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实际上，美国自己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就怕有个万一，因为最近伊朗一直不断的，就是他支持的这些组织在不断的袭击美军的基地，也造成美军的一些伤亡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他摆出这个姿态，有点就是在告诉大家说，现在你不要去横生枝节，大家都别乱动，你就专心处理好加沙走廊的事情就对了。因为战事扩大，其实对所有的国家都不利。不要忘记，那里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你一弄，到时候再来一次当年的石油危机，谁受得了？新冠疫情已经搞了2年多，好不容易经济才开始要有起色的时候，大家都不希望乱。那可是问题是，现在以色列明明已经就是一个瓮中捉鳖的形式。他再来说，他可以放缓脚步啊，他可以疏散一些人啊，他可以不用采取这么决绝的手段啊。可是他就不要，而且他不但要攻击医院，美国居然还不敢反对，这真的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对，我也可以同意，哈马斯可能真的躲在医院那边，但是你不能因为他躲在医院那边，你就说那医院我也要攻击，那还得了？那今天假设你觉得有一个那个恐怖分子躲在白宫，你要把整个白宫炸了吗？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蓝白真的合喽，18号会宣布结果，看是谁正谁负，是侯柯配还是柯侯配？可是要怎么决定呢？我们来看看啊，这是今天他们达成的6点协议，由马英九、国民党、民众党各推1位民调统计专家，然后由这3位专家来检视过去11月7号到未来11月17号这11天里头各界公布的民调结果啊，那专家他就可以筛选啊，有一些乱七八糟，有一些很离谱的剔除掉，然后拿出真正有参考价值的民调结果，加减来确定谁正谁负，谁是卫冕者，谁屈居副手双方同意，如果超过统计误差，由胜者得1点也就是说，假设柯文哲赢侯友宜5个百分点，那就是柯文哲赢1点，或是6个百分点，就超过正负误差范围之内。如果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假设啦，柯文哲只赢侯友宜1个百分点，那还是算侯友宜赢大家来看那有3份民调，内参民调，民众党可以提1份，
国民党提一份内参民调，专家检视哦，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子的一个这个检视的结果，算一份哦。那误差范围之内，侯友宜担任重的。乍看之下，好像侯友宜哦比较占便宜哦，可是这个把政党实力的部分也计算进去了。观众朋友，柯文哲被他的支持者认为你退让了，你被迫妥协了。哦，所以陈志涵哦，在现场还红了眼眶，还在拭泪哦，流下了眼泪。我们看到蓝营的这三咖，包括马英九，包括侯友宜，包括朱立伦，笑容满面。看起来柯文哲的笑容真的比较勉强一点点。就被问到了，因为包括柯粉啊，就一直对这个柯文哲有点不满意，说你为什么要让步？哦，那柯文哲被追问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没有回答，他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今天心情不好哦，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蓝白合至少到现在看起来已经达成共识了，有很多人觉得，至少跨进了好大的一步啊。好，那民进党就说了，这是在马英九的主导之下，听命北京的意志。张志豪，民进党发言人，他说，全民调是中国要的，而且配合程度高，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哦。这是中国急了，中国要借选了，中共借选了。南部的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参选人李博义说啊，对岸把希望放在柯 P 身上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绿营已经在打抹红牌了，已经在打阿共同路人这一张牌了。怎么看蓝白合呢？对岸的国台办也有回应，他说和平发展、交流合作是台湾主流民意。民进党打抗中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今天在 Now News 的一项论坛上面说到了，他说不同意让渡台湾主权，所以他在回答同学的提问的时候是这样讲的哦。同学问到了包括和平协议、服贸、货贸等协议问题。赖清德说，在中国设定一国两制、9·2共识的条件之下，等同让渡台湾主权，也就是说，有这两个前提，他都不会答应，也不会协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我们推论下来，如果让赖清德当选的话，两岸的关系会更差吗？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萧旭岑也被这个说成是中共同路人，民进党啊，又是张志豪，因为他是发言人嘛，他就说啊。这个萧旭岑在马英九出来要当这个公证人之前，抛出全民调之前，曾经跑去大陆他去北京听旨所以要求蓝白用全民调整合。原来马办变成买办了。萧旭岑听了当然是这个很生气呀，他说那是11月3号的事情啊，我率领东吴还有文化大学的学生校长去那里，包括学者去跟他们做学术论坛进行演讲啊，怎么这样子乱给人家抹红呢？而包括我们看到呢，游志斌他是新党的一个立委的参选人，最近不是狂丢了猛料吗？狂打民进党很多的绯闻吗？包括您看到的他在10月3号先是揭露郑文灿这个是去年他揭露郑文灿学术论文造假，的确后来真的被认证了这个郑文灿的论文有问题。在11月10号，今年前几天，他爆料民进党的陆战大将林正宏穿着党服到声色场所跟女生搂抱，还有垃圾。11月14号，他爆料张志豪，就是刚刚一直出来讲话的那个张志豪还有多名党工上酒店还有限制级的照片。上台发言，下台发情不断的在这个揭发民进党的很多丑陋面。结果民进党呢就针对游志斌说啊，你为什么会做这么多的指控？那是因为你是中共代言人。他抓出这张照片，过去曾经接受对岸的访问所以他就说抓到了游志斌过去几年是个争取两岸发展红利，在中国积极创业的台青还曾经上大陆媒体大谈自己的创业感想不断提到祖国中国，所以游志斌是中共同路人，是这样吗？来，彬哥。当然啦，我必须说，我到今天中午之前，我都认为蓝白不会合。Surprise！ 我是真的这样认为，所以我跟州长打赌，我输了。但是现在要等18号确认了。赌什么鸡排吗？没有啦，赌饮料而已啦。但是就是我本来是只跟州长赌，那反正18号如果确定蓝白确定合，那我会请他们制作单位全部都喝饮料。
对啊，这个早知道我要跟你赌，我也赌会喝。没问题啊，老实讲，请这个饮料请得我很开心，是哈，因为我本来认为已经没希望，所以能够合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重点一直不在于是国民党赢还是民众党赢，那跟我根本没关系。我要的只是把民进党拉下来而已，这才是台湾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其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怎么样，跟我老实讲，我一点都不 care。所以那个就让他们自己去吵。但是现在大家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当蓝白真的要开始合了，全部都紧张了，整个绿营就开始了，在那边抹黑、造谣、分化，各种全部都来，这很正常啊。我们也早就知道民进党一定会出这一招，因为赖清德之前讲说什么，他从来没在担心蓝白合，什么都是骗你的啦。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然后本来他们，我相信昨天很多绿营的人也跟我一样，认为不会合，可是今天看起来真的要合了，所以他们真的开始紧张了。你看一大堆网络上各种谣言到处散布，然后还在那边下指导棋说，那个民调打来要支持谁啊，什么什么都开始讲。所以这个就是摆明的，他们真的怕蓝白合。那你的对手怕什么？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是他越怕什么，你越要做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当然我知道，不管是蓝或白，很多人还在忧心说，之前这样子反反复复了这么多次，会不会再有变化？那我当然衷心希望18号就成为定局，不要再有任何变化，不管谁正谁负，对我来讲都一样。那重点是民进党现在开始出来攻击，那当然对民进党来讲，他能够打的年底选战只有2个可以打。你看他今天连沈伯洋都已经拿去当不分区第2名，不分区第2名其实就是第1名了。我讲实在话，那这代表什么？代表民进党已经明白告诉你，今年剩下的这2个多月的选举，他准备跟你打认知作战。因为沈伯洋就专搞认知作战了，没错，对啊，所以人家都已经这么明白告诉你了。所以现在听到一切的消息，不要随便相信，因为那很可能都是民进党的认知作战。那他们讲话逻辑基本上都不太通了。比如说这个全民调是中国要，配合度程度高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且不可置信。中共急了，所以无所不用其极。全民调是中国大陆要的，请问一下张志豪，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很熟啊？你是中共同路人啊？不然你怎么晓得的？你告诉我啊！你原来我不知道你跟老共那么熟，还是你庆生会的时候旁边那个妹也是中共的？不然的话，你怎么这么清楚？我就觉得很奇怪啊。然后这个李博义说，对岸将希望放在柯 P 身上，那如果是侯出现了，请问怎么办？我请问一下李博义，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那赖清德说，在中国设定1国2制9二共识条件下，等同让渡台湾主权。请问一下，马英九8年都是承认9二共识了，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请问一下，台湾丢失了哪一个主权？赖清德你讲得出来吗？然后你一直在讲1国2制，请问一下，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柯文哲也好，侯友宜也好，甚至郭台铭也好，请问一下哪一个人讲过他接受1国2制？根本没有啊，都是你在鬼扯而已嘛，不就是这样吗？睁眼说瞎话就是赖清德最高明的。赖清德今天睁眼说瞎话已经到一种非常至高无上的境界，因为今天有记者去问他说，蔡英文700多天不见记者，那你觉得这个情况好吗？不受监督？结果赖清德说这也是一种被监督的模式。是，请问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有人听得懂吗？所以赖清德现在已经睁眼说瞎话到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同样的，张志豪居然知道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你真的跟中共非常熟，不然你怎么晓得这是天衣无缝的计划？而且如果是天衣无缝的话，怎么会被你看出来？那除非你是计划拟定人，我看你才是真的天衣无缝的栽赃计划吧。然后你们说哦，他带个团去中国大陆，所以就接受中国大陆指示。请问一下，现在什么时代，还一定要面对面才能讲话？他发个微信给他不行哦，他一定要他去中国大陆才能跟他讲话吗？你在讲什么笑话？那游志斌现在狂打猛追，然后他们也说这是中国大陆授意的，那我就觉得很好笑。张志豪，你那个照片一看就是你朋友拍的，他在拍你，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们民进党好几个，包括林正宏在内，包括那2个什么组织推广部、社会运动部的，包括赵天麟在内，请问一下，照片好像都是旁边的人拍啊，还是你们旁边全部都是匪谍？你在告诉我这件事吗？你们民进党所有人都被匪谍围绕，那民进党是不是真的就是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台湾分部啊？不然的话，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游志斌要不要主张统一？请问一下，台湾的宪法规定人家不能主张统一吗？他主张统一干你屁事？而且他的重点是说啦，他在中国大陆上了大陆的媒体，谈自己创业的感想哦，所以这个就是中共同路人的证据，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台商一堆全部中共同路人，那我们以后应该要规定
台湾人不能上中国大陆的媒体，应该有这样的规定才行啊。来，盛峰大哥，中共同路人发言，不，民进党标准我是中共同路人啊，我上过大陆的媒体啊，我也去发言，我也发言主张中华民族要统一啊，是吧？我为什么这样一开口就是告诉你，不要搞这个。民进党的双计啊，除了抹红跟抹黑，你会什么？就是自己抹不干净，就这样而已啊。你觉得以后有什么播？没播啊嘛。再过来，今天把今天的蓝白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说是中共的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真的是助长了北京的威风啊，灭了民进党反中抗中的收持嘛。你们抗中反中是假的嘛？中共今天多厉害，厉害到不只是影响马英九，因为消息只影响马英九而已嘛。那这个结果，那显然要有人配合啊，侯友宜也配合啊，朱立伦也配合，柯文哲也配合啊。那你说台湾已经被北京全部都掌控了，你知道？不是渗透啊，掌控，完全掌控啊，脑子都被掌控，完全掌控。因为这个要和多难的事情啊，而且你看这个说什么前民调讲的，他们原来民调是把过去拿来整合而已啊，不是真的要做啊。那我这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今天只是一个过场。在今天之前，有人很认真的在穿梭了，而有这样的结果。你觉得这是今天讨论出来的吗？应该不是，不可能，2.5个小时而已。当然不可能嘛！今天只是把大家过去谈完了，不个对的，一个瞧这里了，就是这样而已嘛。也就是说，有人很认真的在这里瞧，但是那个瞧，我看应该没有办法从北京遥控指挥吧。要是有的话，那国安单位，加油！你已经完全被掌控了，都还不知道。不，我完全按照民进党的逻辑来讲，民进党的话的那一种荒谬。民进党今天除了抹红抹黑，就是抹不干净自己。就是这样嘛，因为这个讲法只是证明台湾完全被掌控，那你还抗什么中，反什么中？全部是鬼扯淡嘛！再过来，还讲一句说我反对我反对这个，反对9二共识，我反对胡茂，我反对我们。你除了会反对，你还会什么？你最赞成的叫台独，你不敢讲。你赞成了，你不敢讲哦。你只能反对这是什么咖啊？这连底咖都排不上啊！不是我笑你啊，人家说萝卜咖，那个萝卜还可以吃，你那个是烂咖啊！你想嘛，他真正心中赞成的不敢讲嘛？沈伯洋排前面代表什么意思？第2名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黑熊部队耶！是啊，黑熊学院的。我靠，那多厉害啊！那准备台湾打胜仗的黑熊哎！那你为什么要排这种人？你告诉我，你代表什么事情？你赞成了，你不敢讲，只能偷偷摸摸的用个什么神的什么羊的家伙在那么的养给我们看，然后你真正要做的事你不敢说，然后你只会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你只会抹红这个抹黑这个，所以民进党该下台是气数已尽了，刚刚好而已啊。再过来要讲游志斌这个那个才精彩了。游志斌讲的对不对？游志斌至少证明他所暴露出来的都是怎么样子，都是对的嘛。现在还像这个张志豪还在那边垂死挣扎嘛。那他对不对才是重要的。他曾经在大陆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然后他那谋生有什么不对？今天多少台湾青年在大陆谋生？民进党，请你想一想，是你让你的子弟，你让你的年轻人。不能在这一块土地上谋生，而必须要到中国大陆去谋生的时候，你丢脸羞耻已经来不及了，你还好意思说去那里谋生的人？请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照道理讲，假如我家大业大，我的环境很好，我们在这里吃都吃不完了，嫁的是假美屋啊，还何必要漂洋过海，那么离家到中国大陆去求生存？那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得已？因为希望更大嘛，所以作为一个执政者，本来就要先站出来跟人家抱歉。哎呀，我的环境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让你们必须要离家背井，然后去外面奋斗生存，不是、还把这些人从
抹红了一阵子。真是啊，你们想一想，作为一个政治人，该有的担当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客的谎话，哎呦，那真是第一流。我们台湾的乡亲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到对岸去创业或工作，不应该贴上标签哦，那是他们的选择哦，不应该说你是红的，你是同路人，这个真的很糟。来，台湾的税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大陆艰苦、辛苦、认真工作的这些台商他们所贡献的，不然的话，民进党政府没有办法运作到今天。我们的马路啦，或是我们的很多高速公路没办法再继续维修或是建设，那这些都需要用人民的纳税钱，而人民的纳税钱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大陆辛苦经营企业的台商他们所贡献出来的，因为这些台商他大部分把他的总部放在台湾，他的订单在台湾接，然后在大陆那边来出货，研发部门在台湾，在大陆那边来出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钱都是进台湾来的。还有两岸之间的贸易也让台湾的外汇创收啊，每一年都高达1000亿美元。而这些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要贡献给政府，作为一个是关税，一个是营业所得税，还有营业税。这个部分里面构成我们政府的最大的税基。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低薪。有1半以上的人是不用纳税的，他不用纳税，可他却享受各种优渥的条件，包括全民健保，包括什么？其实您所用的这些社会福利，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台商的贡献。好好的珍惜爱护我们的台商，不要去侮辱羞辱这些台商，不要去侮辱羞辱台湾的演艺人员在大陆成功发光发热的这些人员。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游志斌所公布的这一些资料确不确实？我们只要问他是伪造的、抹黑的、造假的，还是真实的？那很明显的都是真实的嘛。那我们要问，如果没有大陆的学者写那些文章的话，你郑文灿，你如何能够通过你的论文？因为你的论文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拿大陆的学者的智慧、财产权拿来用。然后你的论文才能通过，你才能够拿到学位嘛。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这一些这么多的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当你掌握权力以后，为什么都跟女色有关？为什么都跟年轻的女性有关？为什么都跟桃色有关？你为什么掌权了以后就要去沾财沾色？这个部分里面很明显的，我们也觉得不对嘛。那游志斌的公布有何错之有？更何况刚刚韩冰讲得很明白。这些都在现场拍的，而且那些场合常常是民进党的场合，一定是有很多人看不惯你们这些当权的这些年轻的民进党的从政人士这样的一个沾色，这样的一个跟对女性的不尊重，他们看不下去了，他们揭露出来，请问何错之有？